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说说川粉们这几天激情澎湃的事情啊，德州还有巴雷特大法官的事情。面具人我就觉得奇了怪了呀，有多奇怪呢？今天咱们就不卖关子了，咱们开门见山的说吧。来看这张图啊，这些图片跟咱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有关啊。我们来看看这图片当中的标题：马斯克为什么要离开加州投奔德州？科技公司纷纷撤离硅谷，甲骨文将总部迁往德州。那甲骨文前段时间刚和抖音勾兑过啊。德州获17州支持，要求最高法院推翻拜登获选结果，特朗普宣告介入。这些图片呢和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有关，咱们来看看上面的标题啊。看到没有？厉害不厉害？你们要是觉得新浪新闻不怎么样，看起来令人不爽，是不是？好，咱们再来看看百度新闻的搜索结果。来看图啊，面具人给大家念一念啊，观众朋友们，我边念，你们边留下一个念想啊，大致记住中共的这个腔调，因为这些内容，等一下啊，我会在下面告诉你一个让你们震惊的东西。来看看这些标题说的是什么啊？美国领土分裂，特朗普挑动50州混战，德州议员号召公投，分裂苗头又起来了。美国几个州都出现了独立的声音，美国大选，德州牛仔的最后一战。好，看完了吧？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党中央现在是在大肆的鼓吹德州内战、德州独立，以及美国各州内战、各州独立，对吧？从传播学上面来看啊，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首先就是给墙内维稳。之前的共产党一直被人诟病的就是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不允许对接世界嘛，导致了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外国的一手资讯。但是你们看啊，共产党在这次美国大选，它是全程报道的，天天报道呢。只不过这个报道的内容是否和事实相符，那面具人的老观众朋友们都懂的，那肯定是和事实有一定的偏差的。但是这样做确实是能让墙内的人民觉得，哎呀，咱们确实是与国际社会接轨了呀，我们确实能看到美国大选的新闻呀，对吧？但是这中间有个问题啊，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当中也有很多聪明人，他也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大家可能会质疑，因为毕竟国内很多人也是不太相信国内媒体的，觉得中共说假话，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你们的身边一定有很多这种不相信党媒的人，大有人在。那作为统治者，他肯定要考虑这种情况呀。这帮聪明人，我该怎么给他们洗脑维稳呀？对不对？你作为统治者，你也会想这种问题的。于是呢，我先不说，让你们猜猜，观众朋友们，你们想想啊，如果你是统治者，你的手底下出现了这些不相信你的聪明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维稳这些不相信你的聪明人呢？啊，咱们来思考5秒钟啊，5、4、3、2、1，叮咚，时间到。好，面具人要公布答案了啊！大家来看这些标题，看好了啊，里面的内容面具人念给你们听啊。来看图。刚刚德州终于下定决心宣布独立建国，17州紧随其后，美国分裂彻底开始。50州确认大选结果，德州要独立公投， FDA 委员会投票推荐授权。华春莹回应德媒指责战狼外交。看这个啊，这个是苏小河啊，你看他怎么说的？25支精兵部队，史上最美法律文本，德州要独立，宾州耍流氓，最高法院6-3判德州赢。哎呀，微雨看世间啊，这个女的面具人我都觉得戴个眼镜道貌岸然的，看起来像个婊子样，实际上呢确实是个婊子样啊。你看她怎么说的？德州诉讼被最高法院驳回，法律战走不通，红脖子誓言捍卫宪法，美国内战从德州爆发。来看下一个，天作之合，德州诉讼案为什么注定改变美国？德克萨斯独立基因，德克萨斯共和历史和对奥巴马政府的抗命。为什么面具人说微雨看世间是个婊子样啊？因为他确实是个婊子样，几十岁的人了，一把年纪了，你说你一个女的啊，有家庭有孩子的，
抛头露面的也不说啥了，人权嘛。但是你不能抛头露面的撒谎、说假话、骗人，知道吗？还要骗捐、骗打赏啊，忽悠你的观众，告诉他们错误的信息，煽动他们上街去干别人，知道不？那你这就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了。你们看完这些内容了吧？好，现在面具人要给你们讲一个逻辑了。你现在不相信共产党，对吧？然后你会怎么办啊？共产党说了德州要独立了，你可能会认为共产党在骗人，那你可能会去看平常反对共产党的人，或者是和共产党敌对阵营的人他们说的话，对吧？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所以他们说的话一定是有可能会和共产党相反的。那这种话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这个逻辑看起来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啊！你们刚才也看了油管上面那些平日里反共的大 V 了，他们讲的东西和党中央说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标题也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呢，他们讲的东西比党中央还要激烈，还要激情四射。那观众朋友们一看啊，哎呀，这共产党说的不可靠，去看看反共人士怎么说。这一看，反共人士也是这么说的呀。哎呀，共产党没撒谎呀。看来美国确实是要内战了，看来美国的德州确实是要独立了，看来美国的民主真的是假的，美国的选票真的是假的，美国的民主真的出问题了，看来川普总统真的是被迫害了。耶，计谋成功，习近平成功的完成了一次出口转内销，太棒了！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这个逻辑你们能看懂了吗？这样一来啊，本来反对共产党的人一看到墙外的言论，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比墙内还疯狂，又是朱夏要杀光大陆人了，又是美国要内战了，然后港台人天天又骂大陆人支那畜生狗全部该杀了。哇，外面的世界好危险，我好怕怕，我要回墙内，我要回农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资讯闭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墙外墙，无死角的封堵这些聪明人、好奇心强的人，甚至把他们转化的更加爱国，因为他一看外面的世界这么的不友好，这么的乱，又是要杀光中国人了，美国也乱了，自由民主灯塔也没了，那咋办？那只有回国内了。那进一步来说啊，海外的华人要么不关心政治无所谓，关心政治的人还真的有可能被这些大外宣，被这些人骗，也认为墙外世界是一片水深火热，或者是美国要被邪恶势力干死了，美国要内战了，美国要分裂了。那美国都要内战了，打仗了，那咱们平民老百姓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听民主大师说的，拿起武器上街干死民主党邪恶势力反动派；第二，保命要紧，保财要紧，赶紧跑吧，卖车卖房，带着自己的钱。那粉红一点的人呢，要么回中国；反共一点的人呢，要么去别的国家。反正这美国要打仗了，要人命呢，美国是待不下去了，美国马上戒严军管了呀。观众朋友们，我刚才说的这两点目的，其中的任何一点，你们仔细想想啊，这任何一点举动对美国有好处吗？你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无论是拿起武器上街独立，制造起义，干死民主党，制造暴力事件，推翻美国的政治，还是说带着钱离开美国，这些举动对美国有好处吗？你们仔细想一想，咱们思考5秒钟啊，5、4、3、2、1，好了。这个问题，面具人也相信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各自都有答案了啊！一会儿留言告诉我就行了。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引起了这么多的风波动荡的原因是什么？2个事情，我的标题也写了，一个是巴雷特大法官，一个是德州的诉讼被最高法院驳回了。那巴雷特大法官也参与了这个驳回，并且呢，在驳回的这件事情上忤逆了川普啊。按照川粉心里面的意思，应该是说忤逆吧，因为很多川粉们认为巴雷特是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所以呢，巴雷特就是川普的看门狗，必须对川普唯命是从，对吧？使女法官嘛。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时间11日驳回了德克萨斯州提出的推翻当选总统拜登胜选的诉讼请求。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的盟友
德州总检察长肯帕特斯顿是在周二晚向联邦最高法院就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佐治亚4州的选举结果提起了诉讼。9号的时候，密苏里等17个州宣布支持德州的诉讼，要求阻止这4州选举人参加选举人团投票。亚利桑那州随后也跟进了。那这19个州的总检察长都是共和党的人。那川普也在11日发推文写道，19个州在为我们而战，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支持。那川普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些共和党的人就代表所有州的人了吗？面具人我在这里就要反驳一下了美国它并不是一党专制，并且呢，共和党也并不能代表美国所有的人。美国还有其他党呢，不只是民主党，还有很多小党呢。怎么19个州的共和党人出来说话？你的意思就是19个州都要全部为你而战了那共和党的人就能代表所有19个州所有的人了吗？这果不其然紧接着川普就被打脸了。仅仅过去2天，最高法院在11日晚间就反驳了德州的这项请求，并表示德克萨斯州在法律上无权对其他州如何进行选举进行干涉。其实这个是根据美国宪法第3修正案，德州无权干涉其他州的内部事务。那就此呢，这个美国的选举舞弊的诉讼由川普发起的，打到最高法院被驳回了。那过2天就要进行选举人投票了。看来川普这个想驳回选举人投票的举动也是失败了，对吧？美国的宪法规定，各自州独立处理各自州的事务，任何州没有权利干涉别的州的事务，这是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华川说，民主党就是共产党。民主党真的是华川说的左派政党吗？民主党并不是华川说的左派政党。民主党由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于1828年创立。在南北战争以前，支持保留奴隶制，支持过3K 党。到了1960年代，民主党不仅是进步主义大本营，也是最保守的南方白人的大本营。争议颇多的安德鲁·杰克逊也是最早引进进步主义的美国总统。华川说，进步主义是左派引进共产主义的产物。杰克逊总统入主白宫的时候，马克思才10岁。1912年，威尔逊总统代表民主党当选第12任总统，民主党从此成为进步主义力量的大本营。194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南方白人民主党人对黑人地位上升感到忧虑。1964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支持民权运动，总统选举大胜，但是极大地激怒了南方保守的白人选民。尼克松看准时机，积极争取这批选民倒戈，这就是著名的南方战略。这段视频解释了南方战略对两党选民构成的影响。大批白人选民投奔共和党的同时，大批原来支持共和党的黑人选民投奔民主党。要深入了解这个时期，3个最值得了解的政治人物分别是尼克松、华莱士和布坎南。到1970年代以后，原来支持过3K 党的民主党越来越成为推动少数民族权利的政党，而曾经带领解放黑奴的共和党越来越成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大本营。那为什么面具人我要骂微语看世间呢？你为了赚点狗粮，你就能颠倒黑白的说德州干涉别的州，这才是维护宪法，不让别的州干涉，这才是违宪的。你这摆明的就是颠倒黑白，撒谎不要脸啊！面具人骂这个陈伟宇婊子都是抬举他了，人家当小姐的还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呢，你这是把人骗了，还要别人给你数钱呢。这种事儿要是放在咱们可爱的川粉眼里面就是这个宪法第3修正案已经是历史性文件了，现在的美国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那作为美国总统，为了拯救美国，应该修改宪法，无视宪法。面具人我都觉得这宪法要是说改就改，总统有权利随意更改法律，凌驾于法律，那还要法律干啥吗？法律对自己有利你就遵守，法律对自己不利你就不遵守你美其名曰是拯救美国，那习近平修改宪法，他的名义还是说为了中国民族伟大的复兴呢，对吧？就像面具人昨天在社区里面发的投票一样，
你要赚油管的钱，你和油管签合同了，你就要按照油管的规章制度办事儿。油管对你的言论有审核的权利，你也有对油管讨要工资的权利。可是呢，一堆堆的狗操的川粉啊，给面具人留言说什么油管限制言论自由了，就应该打倒油管，把油管告上法庭，把油管告倒闭，让油管给江峰文昭管理。那面具人我当时就问了他们一句话啊，我说你文昭江峰天天煽风点火的煽动老百姓拿起武器上街内战，上街干死民主党的，你的节目每天几十万人看呢，这不是小数目呀。万一真的有人看了你的视频受到煽动了，拿起武器真的上街去干别人了，发生了恶性暴力事件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是你江峰文昭承担，还是油管来承担？然后呢，这帮傻逼狗操的川粉啊，画风又变了，说哎呀，油管是平台，谁让油管自己审核不严谨，这责任当然是油管的，和江峰文昭没关系。那面具人我寻思，这话不是你江峰文昭说的，你说了你煽动别人，你还不让别人管你，最后闹出乱子来了，你还要不让别人管你的人来给你背锅。面具人我就寻思了，能说出这种话的人究竟是畜生呢还是人呢？怎么就不讲点道理呢？这赤裸裸的就是牲口呀！这哇，今天太开心了，去商场玩碰到抽奖，抽中了一个微波炉，这么棒！哎，我家正好缺一个微波炉，你把中奖的微波炉给我吧。好呀，那我查一查这个微波炉多少钱，我便宜卖你。啊？钱？还要钱啊？你这是中奖的，又不是花钱买的，为啥要钱啊？中奖也是我的啊，为什么不要钱啊？反正你家里已经有微波炉了，你拿着也没用啊。怎么没用？我可以把旧的换下来用新的啊。要不我把换下来的旧微波炉送你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咋好意思把自己用的旧东西送人呢？那你又怎么好意思开口叫人家送东西给你呢？你这不是抢劫吗？抢劫的最起码还知道戴个口罩，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不要脸的人不一定爱占便宜，但爱占便宜的人一定不要脸。观众朋友们，你们以后见到这种人啊，就无视就行了。在心理学上面啊，也是有很多精神病是无可救药的，这种人治不了了，最后也就是人道毁灭了，或者是自生自灭了。这次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的诉讼，因为大法官投票表决导致驳回。那说到投票表决啊，又印证了面具人当时的判断啊。虽然面具人不是很看好这个巴雷特大法官，甚至说了很多批评抨击巴雷特大法官的话，认为他接任金斯伯格的位子不适合，资历太浅，但既然他已经当上了大法官，就应该给他机会，让他证明自己是否对国家好，是否是一个专业的大法官。那巴雷特大法官在几次的事情上都没有按照川普想要的路线去做决定，上一次就是邮寄选票的事情，最高法院同意了，并且呢，巴雷特大法官也同意了。本来就是嘛，现在疫情期间你在搞什么集会游行现场投票，这本来就是不安全的事情呀。你要是说有什么假选票作弊票的，你想嘛，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同时在场眼对眼的监督点票监督投票，怎么可能做错？你如果硬要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合起伙来串通要搞掉你川普，那是不是证明了你川普丧失民心了啊？你川普同时不被两党接受待见了，那你川普怎么就那么的不得民心呢？哦，你川粉又要说美国被中共收买了，那你想想嘛，几年前你川普没权利的时候能让你当选上了，现在你川普有权利了，美国在你的治理下，美国的所有的公检法系统都被中共收买了啊，收买到把你川普都能干掉了，那你川普是怎么治国的？那证明你川普不适合治理美国嘛？你治理美国都治理成了啊，美国全部被中共收买了，那你还治理什么国家呢？啊，巴雷特在邮寄选票上面没有支持川普反对邮寄选票的决定，然后呢，在这一次啊德州诉讼上面，巴雷特也投了反对的票，最终的投票比例是7-2。支持川普诉讼的大法官是塞缪尔·阿里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巴雷特大法官在这个事情上明显是反了川普的，投了反对票的。然后呢，川普就雷霆大怒呀！川普周二啊，对最高法院反驳他的竞选挑战感觉到了非常的愤怒，以至于他直接给巴雷特打了电话，告诉巴雷特他自己是历史学家，
川普非常愤怒地告诉巴雷特说，我雇佣你来完成这项工作，而你没有完成，你不应该在这里继续工作。面具人，我看到这里我也是挺无语的。之前民主大师纷纷把巴雷特吹捧上天，说的神乎其神，把巴雷特都描绘成了川普的护身使女。结果呢，巴雷特人家是最高法官呀，人家选择忠于宪法，忠于法律，人家选择讲道理。结果呢，被川粉们纷纷的一顿臭骂呀。你们看这些图啊，你看川粉他们是怎么说的？憋在心里好久的话，今天就都说出来吧。巴雷特自己生有好几个子女，但是又要收养2个黑孩子。面具人就觉得这话明显就是种族歧视啊。面具人在这里告诉大家啊，什么黑孩子、黄孩子、白孩子，大家都是人，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并且呢，人家收养孤儿、收养孩子，这是善举，我们应该鼓励，应该支持，我们不能去辱骂别人的善举，听明白了吗？来继续看他怎么说的啊。由此可见，他是个左派酱汁腌青出来的道德婊。哦，人家收养孩子还要论肤色吗？这帮划船粉法西斯就祈祷铁锤不要打到自己头上啊！这一点就跟墙内的小粉红是一样的。铁拳现世报没有报到自己的头上，别人怎么惨都是活该，对吧？来继续看他怎么说的啊。这个个人家庭生活上的行为选择，就是他注定左倾的迹象。所以当时川总提名他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很大的隐患，心里面一直很堵。今天我的担忧成了既定事实。来再看看这个人是怎么说的，我就说这娘们儿不靠谱吧。别的不说，最后这名大法官的空缺，拉戈亚 vs 巴雷特，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拉戈亚更保守，他却提名巴雷特这个左表。哎呀，面具人我就觉得马后炮没意思啊。这些人呢还不像面具人，我每次都能提前的判断这些局势。我当时就说了，巴雷特未必会忠于川普啊，但是你看这些人的言论，这妥妥的都是红卫兵的思维呀！今天终于领袖了，你就是红小将，你就是大红人。明天人家不支持伟大领袖了，就要批斗、斗臭、消灭，是不是？面具人就觉得这帮人啊，到底是自己的脑子坏掉了，还是被这些负责中共意识形态、支持川普的大外宣间谍们把你们的脑子洗坏了？这一个个都要批斗呀！民主最基本的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大家有支持和不支持的权利，底线就是我他妈在民主国家，我不支持的权利都没有了，我闭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必须要狂热支持吗？我不支持都不行了吗？我不支持我就是黑五类了。川普最近真的是不让人省心呀。目前来看呢，彭斯、蓬佩奥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了选举的事实了啊。所以呢，你看彭斯、蓬佩奥他们最近对选举的话题也是比较冷淡的，就川普一个劲儿的要保住自己的王位。为啥呀？因为川普下台了，很多事情要处理的，债务，还有很多个人诉讼，还有最近爆出来的一些事情，就是川普的高级官员下令要淡化疫情，不要声张，因为怕干扰他的选举。那这个做法就和中共掩盖有啥区别？那这个事情啊，一旦相关责任人被抓出来，人赃并获啊。目前根据报道来看呢，相关的邮件证据都已经被检举揭发的相关医生还有卫生局的官员保存了。那这件事情深挖下去，真的是挖到了川普的头上的话，那川普真的就完蛋了。美国人什么钱呀、自由呀，看的都没有生命重。很简单的道理嘛，你连命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钱和自由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美国人在情急之下会为了自由奉献生命，但是呢，那是个人选择，并不是被掩盖和蒙骗的，明白了没？你因为隐瞒掩盖真相，导致美国现在每天3-4千人归西，几十万人累计归西。川普你要是隐瞒的话，你川普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道吗？你要是做这种事情，这就等于戳破了美国人的底线了。那如果这个事情实锤了，川普就彻底失去民心了。你不要说面具人我造谣啊，我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
并且呢，我也没有实锤川普说川普就做了这种事情，只是现在英文媒体在调查这个事情，咱们接下来看事情的发展，对不对？当然了，要是按照咱们华人的辩证思维来看啊，那他们就会说，那这都是政治迫害、假新闻，被收买了，媒体被收买了，卫生局被收买了，法院被收买了。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川粉包括这些大外宣、大外谣们的言论啊，他们的言论是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的无赖说法，并且他用这种说法啊来继续哄骗自己的粉丝。你要是说川普啊，他的敌人被收买了，你要说民主党被收买了，那我也可以说你共和党被收买了呀，拿证据出来嘛，对不对？转账记录，还是说这个共产党这边因为翟东升说了美国过去几十年都是我们中共的人，那你说的这都是屁话，美国都是中共的人了，过去几十年都已经臣服于中共了，那你还去美国干你娘呢，对不对啊？你拿这种无赖说法就只能哄骗那种最低智商最好割的韭菜，继续给你掏钱，是不是啊？你这种做法和中共是一样的，知道吗？中共一天到晚的说西方社会是万恶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水深火热，对吧？首先呢，他不让你看西方社会，他也不让你出国，有防火墙，你也看不到真正的真相。法轮功这帮人呢，民运这帮人呢，玩得更高级，他先给你打好预防针，说一些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的车轱辘话，告诉你左媒、传统媒体、官媒，只要和川普不一致的媒体都是中共的媒体，让你把过去对中共的恐惧和西方媒体划等号，这样防火墙就建立起来了。他不让你看这些其他的媒体，你只用看谁？你只用看大纪元、新唐人，只用看谁？吴建民、江峰、文昭。你们仔细观察啊，不关心政治的这些海外华人，反而头脑比那些极端反共的川粉们清醒，为人呢也是比较温和的，没那么极端。当然了，这也可以被川粉描绘成虚伪呀，对不对？人家收养孩子，人家做善事都能被描绘成虚伪了，你还有啥说的吗？总之呢，观众朋友们，你一日堕入了这种恶性的封闭洗脑，你的生活会越来越悲催的，因为你无法的正常的学习和提升你自己的思维能力，提升你自己的专业技能，你满脑子都会被这些虚假的颠倒黑白的仇恨给灌脑，知道吗？实在不行，有些人被洗不了脑，没办法了，只好把你拉黑踢出江峰文昭的群，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你不支持川普，懂了没？那这些人啊，面具人，恭喜你们逃离了洗脑的魔爪，你们有心的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吧，没坏处，多吸收点知识没坏处，多长长见识没坏处，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你们去追求呢，知道吗？不要偏听偏信，不要栽到一个坑里面爬不出来。面具人再给你们说一个牛逼的事情啊，自从今年7月川普下令恢复执行死刑，的中断了17年未处决死刑犯记录以来布吉华成为了联邦政府处决的第10人。在11月3日大选前呢，美国已经执行了7场联邦死刑，总统当选人拜登已经允诺了要和国会合作终结联邦死刑。过去131年以来，即将卸任的总统传统都会在这个过渡期间暂缓执行死刑，大赦天下。然而呢，川普政府先前已经宣布，从11月到明年1月这段期间，会有6名死囚遭到斩立决。你们看好了川普这是在搞恐怖统治呢。这处决之前的罪犯，其实呀，这是杀鸡给猴看呢。他的潜台词就是你们不要和我作对否则呢，等我掌权了，你们谁和我作对，我就可以判你们死刑，处决你们，懂了吗？那华川粉肯定会说，哎呀，这死刑好呀，好棒棒呀，就像那些在文革时候去围观批斗的，大家都喜欢看别人被活活斗死的，看起来都很开心的那帮文革粉是一样的，这类人没有变过。在西方普世价值体系下没有人能剥夺别人的生命，懂了吗？即便是罪犯，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接受劳改教育，
用余生来为社会做贡献，弥补损失。那处决一个人，除了仇恨发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威慑性也未必会有，因为社会的和谐还是法律和教育的完善才能导致社会和谐的，犯罪只是教育不完善种下的恶果而已。你想嘛，从小接受优质教育的，他的心理他的道德都是很健康很优良的人，他能去犯罪吗？对不对？川普随意处决这些人啊，这让面具人我已经无语了。不仅如此呢，川普看到自己国内的力量未必能帮助到自己，他现在还在继续在国外搞事情呢。给你们说2个牛逼的事情啊。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摩洛哥成为今年第4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川普总统同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控权。美国最近真的是四处挑事儿啊！你把摩洛哥和伊朗绑到一块儿，你这明显就是要把伊朗压着打呀。当然了，摩洛哥和土耳其也是有一定争端的，川普这也是学中共的一箭八雕呀。而川普现在他明显就是想刺激伊朗做出什么出格举动呀，好借此来宣布军管呀、战备状态呀，是不是？之前伊朗也发表声明了，说自己不会当美国完成自己政治野心的炮灰了。伊朗明显是想克制，但是呢，你看伊朗最近天天是被美国干呀，土耳其也是，土耳其在北约是一个核心成员呀，土耳其的战斗力很强的。那你要是惹怒了土耳其，会对北约非常的不利的。川普刚好想退北约嘛，当然了，以色列肯定很高兴啊。以色列明显是想借着川普头疼脑热，川普一时情绪上头，借着这份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反正以色列自己有恃无恐，大不了拉美国下水嘛，对不对？这时候刚好伊朗不想反抗，伊朗想克制，那就趁机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是面具人，我不知道川普到底是想干啥呢？挑起战争无非就是对他的这个权力有好处嘛，对世界各国人民都没有好处。打仗是要死人的，懂了没？那现在最敏感最容易挑起战火的2个地区，一个是中东，还有一个就是亚洲南海这边。习近平肯定是不会先动手打其他国家的，中共最多也就是战狼外交，激情澎湃，激情四射一下，对不对？中共的战术就是喜欢玩这种地下党间谍渗透，能不打就不打，知道不？中共也不擅长正面作战。前几天面具人也报道了，川普给菲律宾送武器，那这几天又送了，美国又给菲律宾送武器了，约合6.5亿美元，累计送了这么多了啊！不但送武器，还要送钱，约合有2340万美元。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台湾人了，台湾人却要自己掏钱买武器帮美国看门，那怎么美国给菲律宾又是送钱送武器的呢？怎么回事啊？你看面具人给你报道啊，12月8日，美国向菲律宾捐赠了价值 1.28 亿美元的武器，包括狙击枪、反 IED 爆炸装置设备以及一架 C-130 军用运输机。报道称，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那这个人是川普紧急亲手提拔的啊，上来就搞事情，搞了很多事情了。他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外长洛辛出席了在奎松市附近的军事基地举行的捐赠仪式。米勒告诉洛伦扎纳，还有一架 C-130 军事运输机将于12月17日交付给菲律宾武装部队。除了捐赠武器装备之外，克里斯托弗还提到了美国政府为最近遭受台风灾害的菲律宾提供了价值11亿比索，约合2340万美元的援助，以及对菲律宾反恐和维护海上安全提供的持续支持。美国在此前已经多次向菲律宾的军事部队捐赠武器，最新捐赠的装备将提升菲律宾部队的精确打击和应对爆炸装置的能力。报道还提到，菲律宾方面最近还收到了包括扫描鹰、无人机在内的价值1800万美元的武器。另外呢，还有100枚陶-2反坦克导弹、12套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24枚 MK82 航空炸弹。迄今为止呢，菲律宾
是在这一区域提供获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自从2015年以来，美国已经向菲律宾交付了价值超过330亿比索，约合6.5亿美元的飞机、舰船、装甲车、小型武器和其他的军事装备。那美国不停地送菲律宾军事武器，这到底是想干嘛？面具人，我是猜不到。可能观众朋友们你们能猜到了，留言告诉我嘛。当然了，菲律宾也不傻，白送的能不要吗？至于后面的话，后面再说，开不开战那都是后话嘛。面具人，我只是说实话啊，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你们要让面具人像那些大外宣大外谣们黑着自己的良心说话，面具人我真的是做不到。我曾经尝试过啊，自言自语说一点恶心的违背良心的话，我都说不下去，我说半道我都恶心住了。不知道这些人是整天闭着眼睛睁着眼睛啊，说瞎话不脸红是怎么做到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面具人今天说的这么多事情啊？留言告诉我啊。